说到空气清净机，可以说是邦尼工作室买最多的家电之一，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鼻子比较敏感。大大小小的清净机，光是工作空间现在就有4台。Poima 这个品牌大家知道吧？如果你这几年有想要入手清净机，应该多少都有看过 Poima 这个标榜没有耗材的品牌。咦，听起来好像有点不直觉。究竟这种零耗材的机器是真的有效，还是噱头大于实用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选一台清净机，我自己比较关心的其实就是2个指标，第一是效能，第二就是体验。体验很好理解，像是智慧控制、风扇噪音大小，是不是可以联动语音助理等等，就是实际用起来是不是舒服的。而哪些效能重要，那我们就要从净化这件事情开始说起。在空气清净机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机器会不断的吸入环境中的空气，接着经过一些神秘的关卡，把污染物从吸入的空气中分离，最后排出干净的空气。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3个重点：第一，要怎么把污染物分离；第二，这些关卡可以挡下哪些污染物；第三，污染物去哪里了。先说 Poima 零耗材的原理好了，毕竟净化这件事情最直觉的做法就是通过一个滤芯，然后把脏东西挡下来，最后排出干净的空气。而 Poima 的零耗材就很反直觉了，既然是滤芯，那用久了效率肯定会下降，怎么可以不用换？那要换东西怎么可能零耗材？你一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脏东西去哪里了。Poima 采用的净化技术叫做 TPA， 也就是台北暗杀星。Poima 采用的净化技术叫做 TPA， 官方称为双极裂层技术。我们直接把机器拆开来看。空气被吸入后，就会进到第一关——出效滤网。简单说，就是孔径比较细的网子。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比较大的毛屑，像是家里有毛小孩，出效滤网可以先把这种比较大的毛发、皮屑这些脏东西挡下来。在蛮多传统净化器也都能看到出效滤网。接下来就是这一层看起来有很多条金属线的东西，它叫做发生极，对应的就是第3关的收集极。简单来说，当你通电运作净化器的时候，从发生极到收集极的这个区间就会产生离子场，而这个产率产生的负电就会把经过的污染物附着在收集极上，同时也可以分解一定程度的甲醛、VOC 有害气体。不过必须老实说，第2关主要的强项还是清除脏污，像是 PM2.5、PM10。这边直接实测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用白布轻擦，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收集极的金属片上黑黑的，脏污就是被收集到这里来。此外 ，TPA 还可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特别做抗菌处理，那细菌还是会持续附着在滤网上。而 Poima 采用的 TPA 因为有电极产生，根据送测的结果来看 ，TPA 产生的电极足以消灭 99.9% 的细菌，这其中也包括新冠病毒。一个小提醒，如果你想要打开盖板清理内部，官方的建议是在关机后等待3分钟的时间再开启。当然咯，如果你不小心强制打开盖板的话，系统也会自动停止运作。最后第4关，这个很多黑色孔洞的这一层叫做纳米催化网，可以催化有害物质，像是臭氧的加速分解。好，简单的概念都有了，这边我们想特别聊的是保养上的注意事项。第1层，出效滤网直接用清水洗干净就好。大家有洗过冷气外面的滤网吧？概念是一样的。第2层，发生极，千万不要用水洗，用菜瓜布表面稍微擦拭就好。注意不要让水或是异物残留在上面，然后力道要稍微控制一下，不要太大力。第3层，这就是最主要洗的地方了。Poima Evo 的收集极蛮容易分离的，把2侧的卡扣打开，就可以分离收集极上的2个金属片。不要大力出奇迹啊，稍微调整一下角度就能分离。这2个金属片其实除了灰尘、脏，也会有种油腻感。官方建议可以用威猛先生搭配比较软的菜瓜布水洗。如果你想要知道是哪一款的话，浴室或是厨房全效都可以。
然后金属片还是有可能不小心伤到手，建议戴个手套比较安全啦。洗完后大概阴干2个小时，或是用除湿机、电风扇吹半小时到40分钟，确定干燥就可以了。然后金属片的这个底座稍微用湿抹布擦干净就 OK 了。还有一个小地方，机器内有一层绝缘胶垫，也记得用清洁剂清洗一下啦。第4层催化网，这一层不要用水洗哦，天气好的时候拿到太阳底下晒就可以了。都清干净后，重点来了，每一层装回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是干燥，完全干。毕竟是通过电极运作的，如果有水可能会让机器损坏。虽然 Poema 其实也有防护停机的设计，但建议大家还是确认好再装回去比较安全。总结一下，简单来说 ，Poema 采用的 TPA 技术最大的优点就是零耗材。不过相对的，脏污不可能凭空消失嘛，还是需要定期清理。平均来说，大约2个月清理一次。不过省下来的耗材费还是开心。比较需要注意的是清理的方式，以及千万不要碰水。像是发生节在擦的时候，务必小心一点，不然就要从零耗材变成换零件了。对了，应该是为了要做到密合的关系，背板边缘会有点凸起的公差，会需要用点力才能打开和关上。好，看完了内部的技术重点，我们接着来看今天实测的这台 Poema Evo。定位上比较接近之前的 Poema Fit， 也就是设计给小坪数的机器。不过这次内部的硬体采用的是和高阶机种 Poema One 一样的新版技术。官方标示最大 CADR 值都在240。简单复习一下 ，CADR 值就是判断净化空气效率的重要指标。以3到8坪的定位来看，算是在正常水准上。风道采用的是底部3面进风，上部及左右2侧出风的设计。在智慧功能上也算完整，大家可以直接下载 Poema 的 App 就可以连接 ，iOS、Android 都有。设定好之后，如果人在外面有网络的话，也可以远端直接控制。App 的界面蛮简单的，模式有3种，可以切换手动、自动、舒眠3档。手动风速有4档。进阶功能则是可以设定定时开关、定时关机，以及开启铜锁。比较特别的是，在 App 里，你也可以直接将 Poema Evo 连接 Siri、Alexa 或是 Google 语音助理，接着你就可以 OK Google 打开空气净化器 ，OK Google 帮我关闭空气净化器。Siri 也可以，你可以在 App 里面选择加，接着选择一键执行，将你要的功能设定好。最后在名称的位置填上你想要的指令，像是填上净化器设为自动模式。接着点击右下角的加到 Siri， 就可以对着 Siri 说 ：“Hey Siri， 净化器设为自动模式。” Poema Evo 总共有6个模式，5个档位，可以透过机身上的这个按钮切换。L1 到最大的 L4 对应的分别就是4档风速，加上一个舒眠模式以及智慧模式，共6种。这边也直接提供每一档对应的 CADR 值以及噪音让大家参考。因为 Poema Evo 采用的是零耗材的设计 ，TPA 整套净化系统也是随时运作，所以其实更推荐的用法是直接选择那个环境下你可以接受的最大档位运行就可以了。你只需要考虑一个指标，就是噪音你能不能接受。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选择自动模式，让系统自己判断。而 Poema Evo 除了顶部的 LED 会显示 PM2.5 的读数外，机身上的 LED 灯条也会及时根据空气品质显示对应的颜色。比较特别的是 ，Poema Evo 的机身上有一组环境光感应器。当室内的环境亮度较低，像是你关灯睡觉，自动模式大约持续1分钟后，系统就会自动切换成舒眠模式，并且关闭下罩式的 LED 灯条，避免打扰你休息。比较有趣的是，当你晚上起来经过 Poema 身边的时候，机身上的感应器也会侦测到你，帮你打开下罩式 LED， 有着类似小夜灯的功能。
而 Poima 这个品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数据报告非常透明而且完整。你们有兴趣，到时候可以到官网上去看，净化器厂商真的都可以跟进一下。根据 Poima 的档位设计来看，安静的室内直接选择第2档，完全不会有问题。40分贝的噪音已经小于蛮多地方的背景噪音了。如果放比较远一点，白天工作可以接受白噪音的话，可以直接选到3档。第4档的噪音就比较明显了，1公尺距离实测大约是53分贝左右。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舒眠模式的噪音值只有27分贝，达到低于30分贝也是比较好的表现。下一个重点，另一个选净化器蛮重要的指标是 CCM 评级。这个指标可以看出净化器在过滤多少空气量和污染物之后，会让净化效率下降到 50%。其实这个测试条件的最高评级不算非常难拿到，但是 Poima Evo 采用的是 TPA， 因为没有多层 HEPA 滤材的设计，所以即使是在连续燃烧440支香烟的第4级测试后，依旧有 99.8% 的净化效率，不用去考虑降到 50% 的问题。这边我们也直接进行大约30天的连续运作测试，并且记录下每一天净化器本身的平均读数。为了降低测试误差，我们也另外准备了2台第3方的空气品质监测器来进行监测净化器所在的环境空间。其中一台会负责记录下当天室外的空气品质，降低空气监测站和地区污染所造成的差异。每一台监测器每10分钟会记录1组数据，也就是一天会有144组数据得出平均值，全都采用智慧模式。扣除机器调整和测试中断的数据，我们选出了最后可用连续10天的测试结果，让大家参考相对变化。邦尼工作室这边的空气品质其实还算不错，室外全天平均最高的一天也就是38。Poima 的感测器可能无法准确的监测个位数的数值表现，10天的全天平均大概都落在9左右，不过2位数以上就算蛮敏感的，有香水啦、微波、气炸食物，其实都可以很快的智慧调整档数。不过，其实论空气品质也不只有 PM2.5， 像 PM10、甲醛、TVOC、二氧化碳，这都是重要的指标。先说 PM10， 虽然说 Poima 仅有测 2.5 感测器，不过在这几天的数据当中 ，PM10 正好都巧妙的与 PM2.5 对上，所以数据看起来都蛮正常的。不过也因为少了感测器，就变成依赖 PM2.5 感测的结果。这也算是目前整个净化器类的产品可以持续进化的地方吧。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反而是 TVOC 以及二氧化碳2个指标。其实，在一般环境下，天气好、空气好，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开窗，可以有效地解决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问题。而 TVOC 趣味本身不算是 Poima 主要的守备范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不过倒是可以期待未来 Poima 可以在系列产品中加入更多元的感测器，像是 TVOC、PM10 2个主要的 sensor， 进一步强化 TVOC 这个指标。也会变成一台更加全面的净化器。好啦，节目也到了尾声。整体来说 ，Poima Evo 最大的亮点还是采用了 TPA 的净化技术，所以在硬体都正常保养的状况下，完全可以达到0耗材。加上少了换滤芯的预算包袱，你完全可以让它在更大的风速下运作，并且在长时间运作之后的过滤效率持久性也是强项。不过相对的，你会需要花点时间定期清理。然后注意小心一点保养就可以。当你换算一下省下来的滤芯费，应该还是蛮开心的。选购前也要注意一下 ，TPA 这套过滤架构的强项还是捕捉脏污，可以去除一定程度的甲醛，并且拥有抑制细菌、病毒的功能。但是在去味、去除 TVOC 这2个指标上，比较偏向加成辅助而非主力。有这2个指标需求 ，Poima 自家建议还是往上看 One 和 Ultra。这一台更适合放在房间、书房或独立空间使用。选购上，还是建议大家要根据坪数选择效能足够的机器。Evo 比较偏向小坪数的定位，如果你要放在客厅，那就要往上选。好了，以上就是本集节目的所有内容。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没说到、没测到的地方，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的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